如果美国想要合起伙来对抗中国，它最该拉拢哪一个国家？既不是日韩，也不是欧洲，而是和中国背靠背的俄罗斯。8月15日，特朗普邀请普京进行安克雷奇会谈，美国释放出联俄抗中的信号已十分明显。那么，特朗普一旦实现联俄抗中，中国会摊上多大的麻烦？为什么说俄罗斯绝对是中国在地缘博弈中绝对输不起的一张外交牌？要说特朗普和拜登两个人最大的外交区别是什么？那么一定是他们对俄罗斯的态度。在拜登的布局里，美国的计划是联欧抗俄，而特朗普的计划是联俄抗中。2025年8月，特朗普邀请普京参加安克雷奇峰会，真的是一时兴起吗？其实早在2018年，特朗普就开始了他联俄抗中的布局。那个时候，俄乌虽然在顿巴斯地区剑拔弩张，但双方还没有正式开片。特朗普嗅到了俄乌擦枪走火的危险苗头，所以才在2018年召开赫尔辛基峰会。当时，特朗普的这套对俄缓和外交被欧洲甚至是美国人怒斥软弱。特朗普和普京私人会晤期间，赫尔辛基就爆发了大规模游行。虽然赫尔辛基峰会美俄因为克里米亚问题上的分歧最早不了了之，然而特朗普在此之后都是表面上制裁俄罗斯，实际上却在暗中释放善意。2019年，当国会要求对俄实施更严厉制裁时，特朗普拖了多久？当欧洲盟友要求美国在北溪管道问题上强硬时，特朗普又是怎么反应的？其实特朗普心里早就有谱了，他之所以敢冒西方之大不韪，不直接按死俄罗斯，就是希望留着俄罗斯这张牌对付中国。特朗普对中俄关系的判断其实是非常精准的，他知道中俄合作的基础是什么，共同对抗西方的压力。如果美国主动示好俄罗斯缓解这种压力，中俄合作的基础不就动摇了吗？这才是真正的阳谋。而今年8月15日的安克雷奇会晤就是2018年赫尔辛基会议的延续。你们看看特朗普为了拉拢普京付出了什么代价？暂停对乌军事援助，承诺准许俄银行重新接入 SWIFT 系统，在制裁问题上网开一面，这些可都是实实在在的让步啊！更狠的还在后面。根据美国媒体透露，特朗普甚至准备在乌克兰领土问题上做出重大妥协，克里米亚可能承认俄罗斯主权，顿巴斯地区可能永久性割让，乌克兰加入北约永远不可能。朋友们，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美国为了对付中国，连自己的价值观都可以抛弃，连自己的小弟乌克兰都可以出卖。而且你们注意到没有，特朗普这次的手法比2018年高明多了。那时候他还需要担心西方盟友的舆论遮遮掩掩，说自己没通俄，现在直接摊牌了。为什么？因为他发现中俄合作的威胁比他预想的还要大。2024年，中俄贸易额达到2448亿美元，两国在能源、军事、科技等领域的合作日益深化，这让美国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慌。俄罗斯是世界上最大的资源仓库，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工厂，在两者强强联合的情况下，美国能彻底搞定其中的任何一方吗？所以美国人急了，不惜一切代价要拆散中俄。咱们不妨设想一下，如果俄罗斯真的被美国拉走了，中国会面临什么样的灾难性后果？那恐怕将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地缘政治海啸。要知道，中俄的陆地边境线，这比中国的海岸线还长。一旦俄罗斯倒向美国，这4000多公里的边境线上，我们将面临什么？那可能是几十万美俄联军的压力。想想当年的中苏对峙吧。1969年珍宝岛事件时，苏联在边境部署了25个师、1200架战机、120枚中程导弹，甚至准备对中国的核设施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一旦中国的北方受到如此大的国防牵制，那我们在东南的台海解放也将被搁置。我们难道真的会坐实历史的重演吗？更可怕的是，如果俄罗斯真的倒戈，我们的一带一路倡议会遭遇什么样的毁灭性打击？要知道，俄罗斯可是一带一路的最大受益国，126个签约项目，2960亿美元的投资，这些项目一旦被切断，不仅是经济损失的问题，更是战略通道被封锁的问题。你们想想，从中国到欧洲的陆上通道，哪一条不经过俄罗斯？中欧班列、中巴经济走廊的延伸，通往中亚的能源管道，这些生命线一旦被掐断，中国的欧亚大陆桥战略还怎么实施？我们苦心经营了10几年的丝绸之路经济带，难道要毁于一旦吗？还有能源安全问题，俄罗斯是中国最大的原油供应国，占我们原油进口的19.6%。
西伯利亚力量管道每年向中国输送227亿立方米天然气，这可是东北地区的生命线。如果俄罗斯一夜之间切断供应，我们到哪里去找替代？中东、非洲，海运距离那么远，成本那么高，马六甲海峡的安全还没保障。从全球的地缘局势来看，一旦俄罗斯倒向美国，全球的战略平衡就将被彻底打破。想想看，美欧、日韩、澳加，再加上一个俄罗斯，这将是对中国的全面包围。到那时候，我们在联合国安理会还有盟友吗？在全球治理中还能发挥作用吗？甚至连金砖国家、上合组织我们都可能保不住。所以我说，俄罗斯这张牌我们输不起，绝对输不起。这不是感情问题，这是生死存亡的问题。谁要是还觉得中俄关系可有可无，甚至在特朗普拉拢普京的节骨眼、东北等中俄的老问题说事儿，那真是糊涂到家了。不过幸运的是，虽然特朗普拉拢普京，联俄抗中的手段看似高明，可普京也不是傻子。他知道，就算是接受特朗普画出来的乌克兰大饼，要和中国翻脸，也不是他现在想翻就能翻的。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爆发后，中俄的双边贸易就在稳步攀升。尤其是俄乌冲突爆发后，中国的出口商品占俄罗斯外贸的1/3。在俄罗斯本国的出口上，中国也是俄罗斯主要的客户。中国买了俄罗斯47%的石油出口，俄罗斯占中国石油进口的近20%。这种深度绑定是说断就能断的吗？而且普京心里也应该清楚，在俄乌冲突，西方对俄罗斯围追堵截的时候，究竟是谁给俄罗斯提供了一个经济窗口，让俄罗斯不至于被西方的制裁憋死？目前中俄贸易几乎已经实现全盘的本币结算，人民币在俄罗斯外汇中的占比已超过1/3。这不仅意味着中国积极用人民币帮俄罗斯抵消来自西方的经济封锁，更意味着俄罗斯的经济命脉已经和中国紧密相连。今天的美国再怎么许诺，能给俄罗斯提供这么大的出口市场吗？能提供这么稳定的能源收入吗？能确保俄罗斯明天不继续受欧洲国家的制裁吗？而且你们想想，俄罗斯为什么要配合美国？就为了缓解制裁压力。可是制裁这么多年，俄罗斯不是照样过来了吗？ GDP 没有崩溃，军工实力没有下降，国际地位没有丧失。而这一切的背后，就是因为俄罗斯有中国这个长期战略伙伴。普京会为了一点短期利益，就把长期战略伙伴关系给断了，那他就不是我们认识的那个普京了。况且美国的承诺能相信吗？想想看，美国对多少国家食言过？对利比亚的卡扎菲，对伊拉克的萨达姆，对阿富汗的政府，哪一个最后不是先被美国当棋子，最后打着人道主义旗号消灭的？普京会不知道这个道理，他会不明白与虎谋皮的危险。更重要的是，即便俄罗斯真的想倒向美国，中国也不是没有反制手段。你美国能联俄制中，我中国就不能联欧制美吗？欧洲现在对美国的单边主义也是怨声载道，对特朗普的反复无常也是深恶痛绝。中欧贸易额2024年达到7320亿欧元，这可比美欧贸易额还大。如果中国愿意在乌克兰问题上发挥更积极的作用，愿意在气候变化、数字治理等全球议题上与欧洲深度合作，欧洲会不动心。你们看看现在的国际形势，哪有什么永远的敌人，哪有什么永远的朋友？大国博弈就是这样，今天的敌人可能是明天的朋友，今天的朋友也可能是明天的对手。关键是要看谁的实力更强，谁的前景更好，谁的合作更有价值。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的未来比俄罗斯更光明，中国的市场比美国更有潜力。中国因为不干涉别国内政，在外交中恪守中立，也有更多的战略伙伴可供选择。俄罗斯选择谁，不是很明显吗？所以中国也无需太担心俄罗斯倒戈。普京这次去安克雷奇，更多的是在给美国一个面子，给自己一个选择，给中国一个提醒。他在告诉美国，你们想谈可以，但我的要价只会比2018年更高。同时，普京也在告诉中国，你们要更加重视中俄关系。这就是国际政治的智慧。在这个没有永远朋友，也没有永远敌人的世界里，变才是唯一的不变。中国要做的就是以变应变，纵横捭阖，确保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能立于不败之地。俄罗斯这张牌，我们要抓紧，但不能抓死；要合作，但更要有底线，这样才能在这场世纪大博弈中立于不败之地。不要钱免费送，俄罗斯领土4次被标上中国籍。在西方国家眼中，俄罗斯前后4次给中国送领土，是在拉拢中国为同盟。
可只有当事双方最清楚，4块领土是普京在偿还俄方欠下的债。俄罗斯的领土归还事件来龙去脉究竟是如何？为了领土权益，中国做出过怎样的努力？在视频开始之前，请各位粉丝朋友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支持一下。俄罗斯向中国开放远东部分地区使用权一事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关注。西方媒体猜测，中俄领土纠纷问题持续多年，如今在俄罗斯进退维谷之际，中国或许会加大力度，彻底解决问题。如他们所言，中国对于争议领土的态度从未改变，是我们的东西，我们一定会要回来。但是乘人之危这种事，我们不屑于去做。事实上，通过友好谈判的手段，我们也已经从普京手里拿回了属于中国的4块领土。其中过程最曲折的就是黑龙江和乌苏里江共同流经的黑瞎子岛。在1929年之前，这座岛屿都是中国地图上明确的标注点。明清时期，中央王朝还曾经在这里设置过监管机构。可就在1929年，趁着中国两党内讧、自顾不暇的机会，苏联强势介入，夺占黑瞎子岛，把这里变成了他们的实控区。原本属于中国的岛屿上飘扬着苏联的国旗，原本安居乐业的中国渔民也被苏联军队强行赶走，不得不离开他们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他们在这片土地上做了军用和民用2个方面的开发。军用开发是建立哨所，派遣士兵长期守。哨所还能成为军事基地的支撑，并且为过往的苏联军队提供一定的补给。苏联人通过海路自北向南行进时，黑瞎子岛就成了他们重要的中转站。至于民用开发，那就不得不提农场建设。苏联境内的农用土地相比起国土面积来说，比例实在不算太大。庞大的冻土层、严寒的气候条件都会阻碍农业的发展。但是在岛上，这些制约因素都不存在。受到海洋气候的影响，苏联人开辟农场之后，他们的农作物生长就越发喜人，每年的丰收成果也极为可观。为了对岛屿进行持续开发，苏联政府还专门通过政策扶持，引导一部分苏联人来到此处长居，在这里生活繁衍。久而久之，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痕迹在黑瞎子岛几乎遍寻不见。旧政府的落后和无能，不该由新中国来买单。所以1964年，我们提出了关于黑瞎子岛的归属权谈判问题。苏联的强盗行为只能暂时改变这座岛屿的使用权，没有改变岛屿的归属权。而且中苏两国也没有签订过任何与黑瞎子岛有关的割让条约，因此于情于理，我们政府都有立场要求苏联归还领土。道理虽然是这样没错，但已经吃进嘴里的肥肉，苏联这个贪心的国家可不愿意再吐出来。所以在双方谈判的过程中，他们一直在避重就轻，试图引导中国转变话题风向，更想通过威逼利诱的方式来逼迫中国放弃谈判。当时两国的关系已经进入急转直下的阶段，所以中国也不再同他们客气，而是斩钉截铁地提出要求，把我的东西还给我。整整5年的时间过去，谈判既没有取得任何进展，但也诡异的没有终止。1969年，苏联政府突然表态，黑瞎子岛上的苏联人坚决抗议中国政府的行动。我们的财产被强盗夺走，我们要求对方还回，强盗却抗议我们不讲规矩，这贼喊捉贼之事让懂得尊严为何物的中国人目瞪口呆。中国不气馁，不退让，坚持继续谈判。既然我们的要求不能被满足，那谈判就不能停止。1991年，苏联解体，我们的谈判方就变成了俄罗斯。普京上台之后，俄方的政治态度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普京是个人若犯我必犯人的狠角色。西方国家频繁对俄罗斯发起制裁，自然逼得普京内心的天平不断向我们中国倾斜，舔着脸与西方国家修复关系，甚至不惜出卖本国利益。这可能是叶利钦的作风，但绝对不会是普京的行为。远离欧美，他自然需要中国。想与中国交好，领土纠纷又是绕不开的话题。中俄谈判，他必须配合。一直到2004年，关于黑瞎子岛的谈判才终于宣告完结。俄罗斯政府同意归还一半岛屿，所有军民即刻撤出圈出的171平方公里的土地。2008年，一块界碑在这里出现，事情落下帷幕。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漫长拉扯，我们终于取得了初步的成功。2015年，我们还在黑瞎子岛上本国控制的这一边建立了自然保护区，积极发展生态型绿色经济。除了黑瞎子岛之外，俄罗斯还在之前3次归还中国领土。1992年，俄罗斯刚刚独立为一个主权国家，政府的统治秩序还不稳定，处于前有狼后有虎的阶段。而中国已经稳定了，开始着手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形势一片大好。俄罗斯不敢像过去的苏联轻视中国一样轻视我们，相反，他们还得向中国示好，以期获得稳定的邻国环境。因此，
他们将东北边境的9平方公里强占土地归还给中国，也借此和中国达成了关于中俄发展的一致意见。第二次归还，第2年的东部边界的补充协定中有所记录，远东地区的5平方公里土地，他们也答应还给中国。这个地方接近吉林，曾经是我们的东北黑土地。此时的俄罗斯已经在计划着与我们开展双边点对点互动，也积极推动高层往来。所以归还领土的举动本质上也是在为他们的建设目标而服务。1997年第3次归还来了，哈桑边境的约10平方公里的领土自此也回归了祖国的怀抱。这一年发生的2件大事都让我们欣喜不已，一件是俄罗斯归还我们土地，另一件事就是我们从英国手里把香港给收了回来。7月1日0点，5星红旗在香港上空高高飘扬，昭示着大国外交的巨大成功。当你获得成就时，身边那些坏人好像突然之间就变成了好人。从前那些想方设法也做不到的事情，现在也成了光荣不当中的一笔。从1992年开始，俄罗斯一共向中国归还了4笔领土，普京也算说到做到，让人侧目。回想起几十年前毛主席为中国领土所做的努力，真是让人感慨万千。那是1950年，毛主席出访苏联，与斯大林展开了一场艰难的谈判。此时的新中国在强大的苏联眼中就是个不足挂齿的小鱼小虾。对于毛主席提出的苏联非法侵占我国领土的问题，斯大林的态度也相当敷衍，常常在谈判中顾左右而言他，对我们极其不尊重。几次碰壁，毛主席倒也不在意，他想做到的事，他就一定能百折不挠。他多次主动寻找斯大林，要求对方正视中国作为平等国家的诉求。斯大林被他烦得不行，甚至还做出了谎称身体有恙，逃避双方会面的举动。管你什么借口，我自有我的主张，这是毛主席的决心。经过5年的努力，我们在1955年收回了旅顺和大连，全国人民为之振奋。此后的中苏蜜月期，因为需要苏联的资金支持和技术支撑，所以中国暂时退了一步，避免提出敏感问题。到两国关系恶化之后，我们才又摆出立场，把未完成的事业继续做完。一寸山河一寸血，荡气回肠的抗争史从来都值得我们骄傲。据统计，俄罗斯侵占的中国领土面积多达150万平方公里，所以即使他们已经多次归还，也仍旧还欠了我们很大一笔债务。收复领土之事，如今依然任重而道远。这一使命不会因为中俄两国的关系而有所变化。不管我们是普普通通的建交国家，还是有着深度利益绑定的战略合作伙伴，我们的领土争议都是不能混淆的重点问题。在俄罗斯处境并不理想之时，西方国家预测普京政府有可能会通过再次归还中国领土的行为获得中国更大力度的支持，或者他们会提出与中国结盟，将争议领土变成两国共同开发的土地资源。简单来说，他们会以土地为筹码，向中国交换支援资金或者军工物资。只要中国愿意对他们做出行动上的直接支持，他们就能在归还问题上点头。这一可能性，我国政府不能接受。事实分明，注意边界，这是我们一直都在强调的规则。用中国的领土换中国的物资，这不是规则范围内的正当行为。况且，中国对俄乌战争的态度从来都是中立，我们不站队任何一个国家，更不会像美国那样用尽手段助推战争。尽快解决冲突，回归和平局面，这才是中国的愿景。至于领土该争取的，我们还得继续争取。中国人民的诉求一直都是俄罗斯必须全部归还中国领土。路漫漫其修远兮，吾辈还需继续努力。